哎呀！我早上看到生真跟 DJ 鲁坐在一桌上，我还以为有牛了，你知道吗？你要成为我的玩具吗？成为我的玩具的话，斯托马克色也可以送给你哦。啊，什么东西啊？锹形虫，致敬空我25周年。顺便跟各位说一下，近期我会把之前录好了空我相关的素材给剪出来啊，到时记得来支持一下。太好了，是高创。哦，高了！哎呦，你小鸡仔！今天哪看到的梗图是这个？我的天哪！我有厌蠢症啊！哎，你看，这个肯定是暗示啊！这什么？数在一起了。啊，我没在多。井上，我还打开门，发现一个60多岁的老头叼了个烟出来了。和 Enga d i g d a n a 照明，同音不同字。苏苏的妈妈是男的。男妈妈也是妈妈。哦，他这个哦，这高中的回忆了。情景再现。对。冤家路窄，冤家路窄，确实很窄。其实啊 ，Lucky 的衣品挺好的，虽然是砂糖的。对，这个真的有点像那种街头的潮男。他那个床单披在身上嘛。啊，不听念老爸。我还是觉得空和蓝哥有什么秘密交易的，就是说跟他讲好了，让他稍安勿躁。我只能说，一对比起来，吉普不够格。笑。虽然这一集还是在吃瘪，但是把蓝哥从搞笑角色的路上拉回来了一点。不社笑。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理发店的氛围很像Amazon的那种感觉？滤镜式。确实，你看他拍摄的那个视角，就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对吧？嗯。小嘴，哎，无奈在等待。井上さんもよく来てたんですよね。井上さんがこのお店すっごいおすすめしてくれたんですよ。昨日。见鬼了！怎么回事呢？炸出来了，可以。おっと。呀喽！お客さんがいて危ねえ。あの人が帰ったら。你好。哎呀，你去了干什么呀？爆了！吓到了！快滚！我操，卡里斯！卡里斯吗？不够了。当镜头了，当镜头。哎呀！大胆想我要把他胳膊拽掉。哎呀！哦，我还以为捅进去了。不至于。哎呦我操！提拉面西鲁版。半斗推主线没找到对的人，真正没推主线找到对呀。哎呦。其实看他吃东西很治愈的呢。是的。最高です。お客さん、会計よ。你的东西都卖出去了，还想要钱？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他真的不需要付钱，他是お嬢様。ちょっと。バトラー、分からせてやりなさ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哇！死人了！惨叫声配合他的脚步。哎呦！干嘛？我操！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万事屋是这样的。好。そんなバカ正直なやり方でうまくいくわけないだろ。お前のことバカにしてんだろ。そうだな。バカにしてるお前はバカだ。俺のどこがバカなんだよ。お前、ショウマがストマック家の弟だって分かった時いきなり殴ったろ。还真是。确实。黙ったまんまだったから後でちゃんと謝り回りました。それだけじゃない。バカとしか言いようがない。そんなのこの間石あげたじゃねえか。なあ、恩着せがましい小さいよ。はい。グラニュートと人間でも、はい、仲良くしよう。グラニュートだからじゃねえ。俺はこいつが気に入らない。あ、そうだな。人間かどうかは関係ない。なん
なんか痛そうにしてるけど、魔性いないから全然わかんないよ。こいつに入りてんだろ。グラニュートがいたんだな。哎呀，对的对的。哎呀，あんたとラキアがくっついた？よくわかんないけど。叽里咕噜讲啥呢？正常你听到他们连在一起，你能够理解他在讲什么吗？哦，好像也对。怎么触角还断了一个呀？你干嘛？我畜生！相当于一尸两命啊！さっさとこいつを外せ。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一起变！要淹死了！哎，这咕噜讲啥呢？纳尼？纳尼？早点说嘛！名场面啊，这个真是。哦呦，帅哦！你看你还没死，关键打他半天没打死他呀！教训他也不是把他打死的，对吧？哎呀，你还插他小手，点点，巴特拉特有的。手里拿着临时变身嘛。休息。哎呀，这是哎呦！跨季线上移来了。六。我为神点了个彩。哎呦！お、那你。哦。啊！又连在一起了。又连一起了。哎呦，这手不好。哦。我以为他要把半哦，我以为把它拿来当箭矢了。对吧？また啊，空壳脱壳了。うまくいったんだからいいだろ。ちゃんと外れた。そういう問題じゃ。聞けよ。哦，那个伤口。不可能的，不可能是那个螳螂干的，就是也让观众记起来有这么一回事。那强度有点高的呢。沿途。妈的，你那个 B 蛋糕王呢？丢掉喽。リゼル。哎呦，我这个滤镜怎么回事？下がって赤ガブさん。干的嘛？ちょっと私に付き合って。这不要逮到了？确实。哦，对了，跟你们说一下，管家的声优还负责配冰沙兄弟的哈，哦夏侯田玉贵。啊，你看路啊！さらった人たちを返せ。三线展开啊，下集。お前の遊びに使うな。你们想嘛，目前为止出现过能够砍出那种伤痕的有谁？其实根本就没有第三个选择了，对不对？而且我觉得也得让半斗知道 Lakia 曾经经历了什么事情，所以需要这么一个契机。我刚刚看预告的那个氛围，有点像是当时生真跟半斗第一次交心嘛，坦诚相见了。有点。而且刚好那场戏也是上湖内拍的，应该是有些这样的讲究在里面的。看了预告之后，可以确定我们被那个玩具订单给误导了。下集并不是最终登场啊，既然不是下集的话，那就只能是34集咯。而且也算是解开了我上周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找了个没接触过嘎布的编剧来写这2集，只因他就是来写巧克力和布丁和解的故事的。另外我还想聊的是，今年嘎布其实特别喜欢给强化形态添加各种限制，所以我也很好奇嘎布最终的限制会是什么。比如说用一次100%，这个主题跟他们没关系，没有必要强行搞这个东西。用多了会糖尿病。宝藏扔掉了。不是，我觉得逐渐失去味觉可以吗？感觉就不像，应该不会有什么副作用。那往后看咯。还有一个点哈，既然下集不是最终登场回，那电给最终的合适人选里面，其实位列第一的就变成比特嘎普了，可以是取级形态，或者是百利之形态。然后他还拿着酸鹤的遗产贝壳枪回归，要用来和酸鹤变身的贝壳区分。除了黑色的腹口啊、复眼的颜色外，还可以多一个细节，就是用右手来拿贝壳枪，因为酸鹤是左撇子嘛。到时各位可以留意一下，等最后一个复制人死了之后，再用来复活酸鹤和改造基辅就会顺畅很多了。我给各位念一下下集的预告先吧，好吧？从斩击痕迹来看，拉提亚确信当前正在追击的沙塔人正是杀害弟弟 Komi 的真凶。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真相，他彻底失了智，连半斗的阻拦也置若罔闻。另一边，生真被李泽柳强行邀约，虽无法理解其意图，但生真不得不勉强同行，并从他那听闻了斯托马克社的现状。与此同时，尼耶鲁布锁定了生真的支持者丹特叔公的藏身之处，前往拜访。这对曾经的师徒究竟会展开怎样的对话呢？我也没想到，竟然会让尼耶鲁布跟叔公又接触上了。但是他那样子，我感觉他可能是要叔公干什么事情。我就有可能会给他提供了什么技术，让他把酸鹤给复活了。顺便再给各位科普一个，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冷知识啊。叔公的声优多田野药品，他配过贝加庞克嘛？你们看过海贼王就知道我在说谁了，脑袋尖尖的那个。所以叔公一定会死是吧？你是这个意思吧？我不好说，希望叔公不要死，好吧？死的话无所谓，反正这么大年纪了是吧？真的要死的话，死得其所吧，好吧？我早上看到生真跟 DJ 轮坐在一桌上，我还以为有牛了，你知道吗？牛吗？你想他结尾这样子一个滤镜正常吗？你要成为我的玩具吗？成为我的玩具的话，斯托马克社也可以送给你
你哦。哎，可以。反正对基普失去兴趣，这个是可以预见的。就包括基普为什么最后面必须得变成彼得加普亲自下场，就是因为他失去了靠山嘛。但是你也撸不过来一条陆离学嘛。他可能是主动找二哥去改造的，都有可能吧。接下来我念一下官网有用的一段幕后花絮哈。范斗和拉基亚的关系还没深入挖掘，不如做个连在一起的剧情吧。这在超级战队系列里或许也是老套路，但对假面骑士来说还挺新鲜的。通常这种桥段会用在关系恶劣的组合、需要隐藏身份的角色等各种不对付的两人之间，为了让这两个人强行互动，最终诞生了这集的闹剧。与中山浩平曾出演的《魔镜战队环黑者》中，黄黑红冲流和他的同学世元被邪魅石的胶水粘住不同，这次沙滩人释放的螳螂粘液会像螳螂卵鞘一样硬化。官网有提示，这个螳螂卵鞘可能会引起不适，慎收。不过叔叔去看了一眼，觉得就还好，各位感兴趣也自己去搜一下吧。最终将拉基亚的右手和半德的左手牢牢固定在了一起，比起只粘手腕，整个手被包裹住会不会更有趣？粘液和手的缝隙要做的看不出破绽。经过与导演反复的讨论，最终呈现的效果既不过于真实，也不过度卡通化，拿捏的恰到好处。顺带一提，因皮套尺寸差异，这次还额外制作了放大版的骑士专用粘合道具。接下来给各位分享一下本周抄那句话怎么念来着，我又忘了。接下来给各位分享一下本周推特热搜。怎么念？本周日推特热搜前30位跟特色相关的词条，以及一些有趣的推文哈。好，第一名 Number One， 确实是 Number One 哈，好收者4.2万加相关词条。第二名卡梅拉的嘎布哈4.4万加相关词条。第三名你要猜一下？原野费吗？再猜一下。岩竹 ，yes， 放在看图上。在我看来，这个角色作为宿敌而言，真的塑造的很有魅力，有点类似于桃井太郎跟索诺伊的那个关系了。好收者这部剧，我体感而言，人气最高的应该是放在看图上嘛。一个演员演的特别好，包括他人设也特别棒，而且很正气啊。是的，很好的上司。有一说一，他演的太好了，导致作为宿敌的男主演技。其实我觉得原野费他这样子演是没有问题的，我给到他这个领巴了。但我觉得这个也多得热海长夏、发开头的萨玛还有库翁3个尼桑带着他，把他的那个人格魅力给逼出来了。哦，对，顺便再给各位说一下，没看过好事者的，有时间真的去补一下，不是坑你的，是不是？我看的。对呀，看什么是坑人？你别慌。第7名哈，朝日。第10名 Handy 有5800加相关词条。第11名 Nango Nisa 3800条相关词条。念一下有趣的推文哈，明明已经降级成普通员工了，Nango Nisa 还敢大摇大摆的出现在 OP 里走路，笑死。不过如果把它换成基普站在 C 位也怪怪的，也可以拍一个整活版片头。你搞不好下一个消失的就是基普呢。我觉得先消失的应该是大姐，基普应该要比大姐先死，因为大姐要留给拉基亚最终。对，没错。然后半斗就是打二哥嘛，二哥跟他之间也有很多的孽缘嘛，是不是？对。兰哥尼桑适应力超强，况且后手还多着呢，想着就陪弟弟再任性玩回吧，这种游刃有余的感觉简直塞过。果然基普就是个废物啊！比起公司经营，满脑子只想着向兰哥尼桑复仇，斯托马克社这下真的完蛋了吧？不如说李泽鲁只是玩票性质的当个社长，基普则毫无管理经验，纯粹是为了报复才挂着副社长的头衔耀武扬威。而对那位想靠亚米加西巩固社会地位的总统大人来说，如果亚米加西的生产被怠慢了，可就头疼了。所以按正常发展，南国立场之后很可能要重登社长职位吧。是的，只要李泽鲁对斯托马克社对基普失去兴趣之后，也就是南国立场重新登基之时啊。我的一个登基。当我们地位互换，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当然，我个人觉得哈，就即便基普这么畜生，兰国立场还是会给他一条活路走的。我之前也分析过，兰国立场还算是比较看重家人这层关系的。说白了，即便生真是人类跟自己老爹生出来的孩子，如果他对斯托马克社有帮助的话，他可能也会接纳生真。但是基普跟西塔这么讨厌生真，生真不死，这个家就维持不下去了。甚至如果真的要扯的话，可以说兰果是有意把生真放回了人间界。但是这个得后面再给补充。如果要深入的去挖掘兰哥跟生真的关系的话，可以在这个地方多琢磨一点。第13名也是朝日哈，第14名 Lucky 啊3500加相关词条哈，第15名是搞笑回有2200加相关词条，第16名是咖啡店执事，第17名 Guna Luto 3300加相关词条。给你们念几条有趣的推文哈。沙滩人为了狩猎，连理发店的技术都去学，甚至掌握了专业甜品师级别的技能，这股努力的劲儿也太惊人了吧，可比吉普努力多了呀。确实，他磨练理发技术，花数年时间融入当地社区，
区，这下可来了个能和寄居蟹甜品师比肩的狠角色啊！官网也有说啊，为了让压缩人品质更好，这个沙滩人有凭借他精湛的技术默默培养熟客，真是感人的努力呢。养肥了再杀，好变态啊！虽然剪头发这个效率有点低哈，但是他有自己的美学，我觉得挺好的嘛。第18名是半斗和 Lucky 啊，6700加相关词条。第19名是机器红哈，给各位科普一下，这集咖喱斗又玩了个新花样啊，就是把那个传奇战士变成武器给另一个传奇战士用，然后电池人跟机器红之间是有点关联性的，一个是电池人的武器之一电池全套，刚好契合机器连者授权的主题，还有就是电池蓝青梅大五郎的饰演者大叶健二曾经客串过机器红汉唐酱的老爹。各位如果没有看过这个节目的话，我推荐你们去看一下。怎么跟你们形容呢？港片风格的战队，很中国风的。没看过这部剧肯定也知道那个反派嘛，李昂跟他那个 CP 嘛，美丽，包括他设定也很新颖啊，就是灵尸嘛，港片里面那种僵尸啊，对，包括他后期那个反转也特别有意思。第20名啊，Shoma 7600加相关词条。第21名 Tega Sodo 萨嘛。第22名吃霸王餐啊，给各位列条推文嘛，明明懂得金钱概念，却傲慢十足的质问凭什么非得付钱的 DJ 与虽然不懂金钱，但依然坚持用劳动抵债，为店铺营收做贡献，并会将吃霸王餐者立刻扭送警局的 Fire Candle 萨嘛，两者形成了绝妙的对比。屡屡被兼职工作解雇的问题儿童原野费，对人事常识一窍不通，差点成为吃霸王餐惯犯的 Fire Candle 萨嘛，将这两位捧成直视主题咖啡厅顶梁柱的店长，商业手腕着实高明。第23名 Hando 和 Lucky 啊，这里再出现那条是英文，前面那条的半斗是汉字，这条的是日文啊。我再给各位念一下有趣的推文哈。Lucky 啊认为半斗仅仅因为知道了修马的出身就抛弃友情，歧视他是个薄情的家伙，但实际上半斗暴怒的原因是你明明一直隐瞒自己是斯托马克家族的古纳绿头，暴露后连个像样的解释都没有，让我觉得被背叛了。两个人的认知差异大概就在这里吧。下一条啊 ，Lucky 啊讨厌半斗的理由竟然是因为没能好好理解修马，这也太绝了吧！第一次流畅的说这么多话，居然是为了这个，好像还真是哦。而且刚刚他念的台词里面有网友统计过70%跟深圳有关，所以上周那个 AI 分析他是弟弟替代心理，好像有道理，虽然不多。迪克斯毕克是真的吗？迪克斯，彪马基亚更懂人哎。这条推文是虚拟对话哈 ，Lucky 啊和半斗搞在一起了。他自己的吐槽就是说，别发这种没带截图的问题啊，没看剧的人看到了会误会的，快住手。第26名败犬 No.1， 第27名幻之昭和，这个是逃售者预告里面小奶酱说的台词啊，给各位稍微科普一下，下集怪人的原型是鹰猴，就是玩那个谐音嘛。修啊联想到了小嘎拉狗。第28名巧克力布丁，第29名哈我的额头，就是那个我的发际线会变高的啊，对对对，当然这个翻译成我的额头会被拉长的也行啊。第30名巴朵拉，这个其实跟盖查斗有点关系啊，因为在卷斗的那个管家也是叫巴朵拉，这集的脚本是内田裕基，就是盖查斗的主编剧之一嘛，他自己呢也发了条推文来吐槽，才一阵子不见，巴朵拉你竟然彻底变了个人，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点呢？他们都是来自于异世界的管家，更多的我们下周再聊了，好吧？我的内容很充足了，虽然他妈的平心而论，我觉得看这种类型视频的观众真的少之又少，但是也得满足这一部分不是那么虔诚的观众的需求嘛。多看嘎补，多看小道题 reaction， 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加拿。